怎么了？我刚才进来就觉得这个东西有问题。你怎么不早说啊？卡卡，你知道吗？有的时候就是因为有人懒得伸出援手，才会有那么多事情发生。就算你的冷眼旁观不会直接导致，那蝴蝶效应也会让它发生的。不会这么严重吧？如果真不管的话，我爸爸也不会走掉。你说什么？有螺丝刀吗？你要打开它？既然觉得有问题，肯定要打开看看啊。房间里没有，附近有个商店，可能会有。我去买。卡卡，你在看什么？那个磁卡扣，好像是用来吊什么东西的吗？是吗？这个跟其他的装修风格也太不一致。你真的什么都没有注意到吗？任何异常都行。没有啊，我这又不是24小时经营的店。真非要说起来的话，我在早上快天亮的时候，听见了很闷的一声响。还有吗？还有一点点，非常轻的，好像那种咔嗒咔嗒的声音。那谢谢了。啊，还没找钱呢。早安，谢谢你啊。买点东西而已，没事儿。我不是说这个，我是说你提供的声源的线索应该很管用。我已经拜托大龙哥去查了。话说你之前为什么会注意到这个？因为整个房子的装修都是按照最高标准来的，而且很统一，只有这里的用料很奇怪。这东西是干嘛用的？我也不清楚，应该是什么线路装置，鉴证科会告诉我们的。卡卡，你让我查的东西已经查出来了，怎么样？你们来看一下。声音应该是这里传出来的，这应该是一个简单的机关。至于有什么作用，我目前暂时还不太清楚。是凶器。凶器？确切的说，是被用过的凶器。应该是将人勒死之后，顺势收到了这里。你知道杀人的手法了？我猜到了一部分，但只是个假设。凶手应该是事先将塑料白条固定在了这个齿轮上，然后哥，我发现一些线索，想跟你分析一下。这个事情交给我们处理吧。你们先回去休息，多陪陪他。好。早安。哟，早起还是没睡啊？当然是没睡，怎么会早起呢？我也是。那大侦探们有什么新发现吗？之前在电闸上发现的东西是中央空调线路上的电流更改器，可以进行短距离的无线控制。但是那是大龙哥发短信告诉我们的，除了那个，我们什么线索都没有找到。没关系，破案这种事情不能着急，慢慢来。
哎，怎么连这个都找出来了？哦，这个是无意间发现的。那时候早安心脏病恶化，在医院住了半个月，医生说过不移植可能人就没了。还好我们很幸运，在临界那几天等来了心脏源，这才救回了他。心脏源是突然出现的吗？对，好像是下午过世，当天晚上早安就被推进病房了。那你知道捐赠人是谁吗？这种事情一般是双盲的，我不知道他是谁，他也不知道我是谁。不过我知道他是个男的，因为我在手术室外的时候，依稀听到他们说了 he， 而不是 she。哦，对了，邱子明怎么样了？还混着呢。这怎么会睡这么久啊？不知道，伤的根本就不重，按道理来说早就该出院了。但是所有的指标表示的确是昏迷。他真的没有装睡？从医学的角度来说，不可能，除非他是……啊，糟糕，上班要迟到了，大侦探们加油！突然出现的心脏源，我总你的心脏移植手术是有预谋的。尽管他们没有预料到爱迪生会在你体内苏醒，但是把爱迪生的心脏给你，应该是安排好的。这不可能吧？心脏移植手术必须在捐献人死亡48小时内进行，这根本没时间安排啊！要不然，就是他们知道爱迪生会在4月23日左右病逝。有这种可能，是他杀。你放心，他们应该不会预料到爱迪生会在你体内苏醒，说不定是为了研究什么新技术，私自换了医生。不过我一直觉得你的恢复速度实在太快了。我一直以为是我身体好呢。你也别多想了。现在从梁硕的角度来说，爱迪生是个十恶不赦的混蛋。我不这么觉得。我觉得呢，爱迪生他根本就不是一个坏人。哎，你为什么这么说？心脏一次，录音室一次，这么算下来，他都救过我2次了。你知道吗？他们都说我根本活不过20岁，所以我根本没有想过20岁以后的任何生活计划。所有人都担心我的身体，还有我爸爸，他也因为那件事情入狱了。但是我觉得，一个人能拿心脏来救我的命，这样的人他一定不是坏人。好了，你去哪儿？救人啊！你知道地址吗？地址？他不告诉我们地址吗？他应该是要我们自己找。
报告米队，有你的访客，这里请。林舒瑶，林舒瑶，林舒瑶，舒瑶，他怎么没反应啊？这锁你能开吗？让开！舒瑶，哎，早安。这有炸弹，会随时爆炸。你会吗？我怎么可能会这个？那我们报警吧。不行，这里没有信号，而且我怀疑这个炸弹上面有热感装置。当我们开门的时候，这个装置就启动了。只要我们离开，炸弹就会随时爆炸。难道我们所有人都要死在这儿吗？让他试试吧。定时炸弹。对。这种时候你倒是想起我了。你会拆吗？我连我自己的名字都只想起来一半，你还指望我能想起来怎么拆炸弹啊？不同规模的炸弹爆炸的时候大小程度都是不一样的。就常规的 TNT 炸药而言，每公斤 TNT 爆炸的时候会产生420万焦耳的能量，足以把5到6米高的混凝土房屋炸裂。就算是用家用成分洗洁精和漂白剂自制而成的简单炸药，也够把我们3个一瞬间炸成无数块。不会吧？这个应该就是启动器了。这个是什么？应该是个稳定器吧。炸药一旦被挪动过之后，这里面的钢珠就会滚向任意一端，只要触到了这两边的金属片，炸弹就会爆炸。这很难吗？难。有剪刀吗？你口袋里有。你让一个女孩带这个，其实做的不到位啊。怎么回事啊？这个炸弹应该有3成以上的陷阱，我已经触发了1处。那怎么办？你再试试啊！再试下去，你和我都活不了。你先带他走吧，让这个炸弹延迟几秒爆炸，我还是有把握的，应该够你们跑出去。我怎么可能自己逃跑，让你去送死啊？我死了就死了，我死了，你难道就破不了案了？这跟破案有什么关系？你是个人，是个独立存在的人，怎么能说死就死呢？我就信。不行。救命！这不是在救我？早安，你来救我了。你什么时候醒的？我刚刚才醒的。不对，你从一开始到现在的呼吸频率没有发生过任何改变。如果你现在是醒的，你刚刚绝对没有昏过去。我没有理由要骗你啊。那你刚刚醒来的时候在看什么？看余潇对吧？潇潇。你怎么知道余潇会来这里？我是听凶手说的。早安，凶手说要报复女团，把我们所有的人都叫过来。你见到凶手了？我没有，
他绑架的时候，把我的眼睛蒙起来了，我只听到声音，好像是个年轻的男人，好像也不是很年轻。我可以把我知道的都告诉你们，我们都没法离开这里了。你怎么知道我们逃不出去啊？因为炸弹解不了，就算我们想改变电路，延迟炸弹爆炸的时间也不可能。炸弹一定会爆炸的。你怎么知道不可能？因为他就是装炸弹的人。这个炸弹没有办法移动，而且上面有热感装置，也就是说，装炸弹的凶手也没有办法离开仓库。可他自己也会死在这儿。对，他从一开始就没有想离开这里。他的目的就是想把我们3个一起炸死在这儿。老米，找到了，在兴业海港26号仓库。一开始我就有些怀疑，施代柔死的那一次，凶手打电话至苏恒房间进行恐吓，但苏恒的房间号码，当时只有你们女团的人才知道吧？那只是一个范围而已，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苏恒的案件里面，当时他的房间电闸箱里有个信号接收器，那个接收器那么小，范围一定有限。早安跟余潇都在走廊的另一头，而你就住在他的隔壁。可是房间是他自己选的呀。他一个出门都要看黄历的人，想要他住哪个房间也太容易了。你还有什么其他的线索吗？目前来看，就这么多。你要知道，就这么点线索，可是连拘留都没有办法的。信号接收器上有你的指纹。怎么可能？不信的话，警局明天就会出报告，他们的指纹绝对和你的能对上。不可能，我当时明明戴了手套的。我录音了。只有口供是没有用的。不是说了吗？我有你的指纹啊。你给我下套！不对，你是要做伪证？怎么能说是伪证呢？我只不过是把你手套上的指纹粘下来，再粘过去而已。这么轻松的事情，你就在警局等我的好消息吧。小泽安，我没想到你居然会……他叫我的尼卡卡，我的确是忽略了你的存在。你从小就一直在夏早安身边帮着他，我早就该都料到了。像你这么聪明，我迟早会被发现。看来你是承认了。承认了又怎么样？过不多久，炸弹就会爆炸。等一下，我们都得一起死。还没有结束，余潇不是还没来吗？他在接收到你的信息之后就没有过来，多半是去警局了。报警？就算过来了，顶多也只是多几个人陪葬而已。你就不怕死吗？怕死？我从加入 AU 女团等的就是这么一天，我庆祝都来不及呢。我为什么要怕？那你就这样放过余潇了？我的确不能放过他。不过，我又不是自己一个人，不是还有邱子明吗？果然，他是你的帮凶。答对了，但你们又能怎么样？他马上就要被无罪释放了，你觉得他会帮你吗？他是我姐姐的粉丝。早安，你也肯定见过几个愿意为你疯狂卖命的狂热粉丝吧？你刚刚说你姐姐付小静吗？没错。虽然我们从小不在一起长大，但这并不妨碍她是我最好的姐姐。她这么好，这么可爱，你们这群杀人犯凭什么把她从我身边带走？警方已经提供了付小静的死亡证明，说她是一个人在独自上山的时候被盗猎者用榴弹射死的。借口，这些都是借口。当时去稻河村的人又不止我姐姐一个人，你们真的什么都不知道？真的来不及救他？真的没办法阻止吗？尸体是第2天找到的，第2天。你们要真想找他的话，他不可能会死。所以，你想让女团的所有人都死？我就是要你们死，你们一个个死，全都得死。看来
你们是等不到救兵了。我说米卡卡，如果你从那么早就开始怀疑我，为什么还要来这个房间呢？不如让我自己在这里待着就算了。凶手应该交给司法机关进行处置。你被枪决，属于判刑。但如果你一个人死在这里，就是另一场凶杀案。这有什么区别吗？没有人有滥用私刑的权利。这个世界需要遵守法律。现在没什么法律可循了，你快走吧，我来陪这个疯子就好。不行，我不能丢下你。随你便吧，反正没多少时间了。你刚跟我说，这个炸弹有3重陷阱，根本拆不开。对。虽然我不会拆炸弹，但我愿意赌一把。你要是赌输了呢？赌输了的话，我们的尸体会被炸到房间的各个角落，分也分不清是谁，就让家属来领骨灰了。那还是合葬吧，免得1人1万怪怪的。好。你就这么信任他？相信自己的同伴很奇怪吗？你醒了。把现场封锁起来，里面再搜一次，都仔细一点。是。卡卡，还好我们及时赶到，再遇到危险要及时报警。好，这次不是特殊情况吗？不过还好解决了。早点回家啊。不过我总觉得有一点奇怪。奇怪？难道他就没有预料到这个炸弹有被拆开的可能性吗？可能是凶手太自信了吧？不会，他做事一向很谨慎，这次犯案应该是想把我们所有人都灭口才对。太可怕了！爆炸的初步原因断定是林书瑶腰部的炸弹。引爆机制是什么？我们刚刚在炸弹残骸里发现了一个感应装置，应该不是定时，但具体还不确定，有可能是气温，也有可能是移动速度，也有可能是定位。气温也算。现在有很多材料会根据气温不同而产生变化，现在已经使用的很普遍了。我知道了，去忙吧。气温，就是气温。早安。怎么了？跟我去趟训练基地，走。早安。我有一个新的发现。啊？你怎么了？所以你说的新发现是什么？在那儿。你动它干嘛？其实苏恒的。
这是感温变色颜料，是只有在特定的温度下才会显现出颜色的颜料，通常被用在装饰物上。早安。所以我觉得凶手应该是事先对空调做了手脚，然后在室外控制室内的温度，到了晚上便开始降温。我想任何一个人晚上在房间看到这样的场景，应该都会害怕，甚至崩溃吧。别看了，很没用。你说他一个人躲到房间里去了？意识空间很模糊，刚才在他小时候的一个房间，我怎么叫他，他都不出来。那这怎么办啊？强行把他拽出来。不行。那就只能是帮他把问题解决了。这些炸弹后来被挪到哪儿去了？据说被拿到海上去引爆了，海浪炸起3米高。按说这个炸弹跟林书瑶身上是一样的，应该是一致的，要不然救护车也不可能被炸了。那你来这儿做什么？东西已经全被清空了。我来看看有没有什么关于炸弹的线索嘛。如果能找到炸弹的来源，凶手的名字我就知道一半。炸弹的线索怎么找？一般只要不是家里自制的炸弹，都会有固定的设计模式，在主要的部件上也能找到它们的型号和编码。一个炸弹有这么多体系？孩子，你不懂得多着呢。那可是你要查出型号跟编码，得先有个炸弹才行啊。你，哎，你什么时候藏了一个炸弹？拆弹之后，警察来之前。可是，这……放心吧，没有启动器，它应该爆炸不了。应该？我的意思是说，爆炸概率低于30%。30%？1%也不行啊！可是你要找线索，我就要把它拆开。如果我要把它拆开，你就要把它给抱回去。凭什么我抱？因为我负责拆啊。你要是想换，我也没意见。那算了。哎，这个不能放早安架，我家也不行。那放哪儿？
哎，不许你做任何伤害我女神的事情，还有不许你做任何危险的事情，明白吗？明白。哎，你要了？这个算了，没爆炸就行。现在我们从源头上解决问题。我能帮上什么吗？你买保险了吗？我不记得我哥有没有给我买。那你回家吧。啊？这个会把我炸死吗？不是你，是我们。哎，你真的能靠拆炸弹找到它的根源在哪儿吗？虽然只是根据我的推测，但我觉得这应该不是用家用成分自制的，而且这个晶体管开起来价格不菲，应该是可以追根溯源的专业用品。那到底是谁会给他这个东西？你不是说他有个帮手吗？邱子明。怎么了？我只是觉得，以邱子明的格斗技巧，并不像一个普通的跟班。你觉得林书瑶的死和他有关系吗？他俩不可能没有关系。我甚至认为邱子明才是那个最危险的人。你要从他查起。但是从目前来看，和邱子明唯一有关联的人也只有林书瑶了。如果我们能有他们互相联系的细节的话，应该能有不少线索。他们两个，一个偶像明星，一个电路工人，怎么会有联系啊？你不能这么想。如果让我去选一个能为付小静去死的人，我会从他的狂热粉丝中筛选。狂热粉丝？喂，哎，你放心，我不会做得太过分的。学长，想吓死谁啊？你在干嘛？什么叫我在干嘛？你有看到我在干嘛吗？报告学长，没有，有没有？没有。那还不赶快走！可以点节日套餐的外卖吗？哦，有的，请问要送哪个地方啊？溪水下23号。你好，为你送餐。莲花路安和公园7号。哇，谁送的？居修巷221号。不好意思，先生，不管我怎么敲门，都没人在家，我实在是送不到了。那这就给你了。啊？电视里都这么演的。
这么多人，你要我怎么看？女神，你有什么事吗？给我查查这个。7354217。哇，女神，你该不会也让我一个一个查吧？把位于欧美国家的去掉，代工工厂我只找非洲和南美的，太平洋也行。干嘛？你这要做非法企业啊？女神，你说话怎么那么啰嗦？这个国家，我记得从前年就开始在打仗，怎么这个公司还在生产东西啊？查查这个公司这2年的营业额。哇！我要一份这个公司所有高层名单和这2年的财务报表。高层名单这没问题啊，可是财务报表……制造图纸的话也给我一份。喂，女神，我不做非法生意的。第7幅画，第35个字，炸。第42幅画，第17个字，弹。炸弹。喂。查的怎么样了？差不多了。赶紧回来，我有事跟你说。好。你真拆了？欣然，有什么结果吗？这些炸弹的部件分别来自南美洲和非洲4个工厂，然后有某个人或者某个团伙把它们组装到一起。这里的某个爆炸牵引器是由一个叫多尔克的公司生产的。那地方不是早因为打仗经济崩溃了吗？所以我让梁叔查了一下那个公司的高层名单和财务报表。结果呢？没查到。这个公司的规模虽然很小，在市面上也没有什么说得过去的往来生意，但是他们对个人信息保密极其严格。最后只查到了这个。艾丽卡拉克尔，怎么了？看下一页。死了？一个公司不可能由一个死人管理啊！现在有很多大型的非法犯罪机构都会采取这种方式。把领头的弄死，然后找一个幽灵代替掌权。你刚刚说犯罪机构？对，一个非常庞大的机构。再查下去可能会有危险，所以我就停止追踪了。这么庞大的集团，为什么要针对几个女孩啊？米卡卡，有一点我必须提醒你，夏早安并不是你想象中的那种普通女孩。他是一个国民级的偶像，带来的经济效益是上千万甚至是过亿的。现在他们的死亡对民众造成了极大的恐慌，经济损失也是难以估计的。可是这么做也太引人注目了吧？我们都知道，一个案件的社会关注度越大，它的破案率就越高，除非有什么非杀不可的理由，不然一个集团不可能做这种自取灭亡的事情。我倒认为更像是个人的行为，集团可能并不知道邱子明真正想做什么。可能吧，虽然这些都只是推测，也有可能是邱子明自己偷偷杀人，或者是我想错了。不过我这边的线索就这么多了，你那边呢？我刚刚找到邱子明的真正住址，给梁叔了，看看能有什么新发现。那我们现在等吗？不如去这儿看看。谢谢。哎，不好意思，我们展览结束了，
请下周再来吧。这个展览是有时限的吗？你没看我们的介绍吗？我们第4世界画廊主要展出是新人作品，甚至学生作品，每个礼拜都会做更新。周一是我们的休馆日，请下周再来吧。多看一眼都不行吗？这是规则，是明星也不行。这里的画剩下的我全买了，谢谢。什么？我的乖乖，现在怎么了？开画廊啊？这多少钱？能买辆车吗？飞机都够了。这么多钱，给我多好啊！你发现什么没有？没有，但我觉得这幅画肯定有问题。我觉得每一张都有问题。梁叔，你查到了没有？怎么这么慢？还查着呢。我明天约了一个老朋友一起弄。你以为大家跟你一样干的活这么简单？可是知道家庭地址都不行吗？我翻出的那些名单里根本找不到这个地址，就算反过来搜，也根本搜不到任何跟付小静有关的讯息啊！不对啊，我看过他的电脑，里面全是女团相关的东西。怎么个诠释法？就是他的桌面、背景、屏保，全都是女团啊！等一下，怎么了？你看这个，理工科男生的桌面就要像艺术类女生的化妆台，干干净净、整整齐齐的。这是你桌面啊？嘿嘿，早安呢？嘿，真有意思。像我们就会把文件夹藏在这种地方，怎么可能放在桌面上？那你的意思是，邱子明是故意给他们看到的？正确。这么说的话，他早就准备好了。那其他的线索都是假的？我知道了。怎么了？怎么？这幅画其实是一串密码，这些数字均匀分布在几个地方。如果能将它们像网格一样分割成横竖线段的话，那么这些数字应该会对应着某些字。梁叔，你有没有透明的白纸？有。但是我们还需要一个能对照的蓝本。应该是这个。11、13、数字1。13、19。月亮的月。17、9。黑白的黑。42。桃花的桃，打开的开，开始的始。1月黑桃开始青。你是因为这个视频而感觉到焦虑、惶恐，所以打算继续接受治疗，是吗？是的。但我实在看不出这个视频有什么问题。你愿意告诉我你的感受吗？医生，你可不可以保证不把我说的话告诉任何人？早安，谢谢你救了我。你在这里做什么？从今天早上清晨6点开始，就有大批粉丝在音乐公司门前进行抗议，要求披露女团杀人事件所有细节。有人指出，该案件与当年付小静意外死亡案件有关，希望警方能够重新彻查此案。姑姑，早安怎么样了？还在睡觉，醒了应该就没问题了。我想他应该是精神压力太大。
夏祖叔叔，我记得是因为什么事情坐牢了，是吧？嗯。早安妈妈很早就因心脏病过世了，所以我表哥一个人把她养大。但是在早安12岁那年，突然从来没想过要抢银行。他虽然缺钱，但到底还是一个守法公民啊。突然有一天，有人找上门来，极力怂恿他参与抢劫。他一个什么都不懂的人，就只负责开车和打杂。可是那些人却联合起来，把所有的证据都指向我哥，说他才是犯罪主谋，还诬陷他杀害了一名警察。死刑的最高上诉期是8年，这样算起来的话，应该还有2年可以翻案。可是寻找翻案线索却是难上加难。哎，早安。你醒了？感觉怎么样？还好，我和卡卡有事要出去。要跟我说什么事啊？这不是那天看过了吗？怎么？我可以说，我在看到这句话之后，想起了很多东西，但是我必须从头说。那个维修工，扑克牌组织的成员遍地都是，涉及范围也很广。这样想的话，邱子明能弄到炸弹，并且肆无忌惮的犯罪，也不是不可能。照你这么说的话，邱子明这么厉害，怎么还会受到林书瑶的控制呢？等一下，这个和夏佐叔叔的情况有点相似。早安的爸爸？对，我听早安的姑姑跟我讲，夏佐叔叔在为了给早安做手术筹钱的时候，被怂恿参与了一场抢劫。虽然只是个开车的、打杂的，但是却被真正的凶手陷害成了主谋、杀人犯。那照你这么说，
邱子明就是主犯，但我们需要证据。我查到了，哎，你们看，这个 ID 就是邱子明。邱子明发布了这么多质疑付小静死亡的帖子，这些呢，原本都被删除了。这边这些是我重新复原的。依照这些数据来看，应该是林书瑶注意到了邱子明的发言，自己主动找到他的。你能找到他们的聊天记录吗？在这里。你觉得付小青的死有问题？当然，你也这么觉得。我看过你的分析，觉得很有道理。我一直在追寻这件事情的经过，我觉得真的有问题。不如我们聊聊吧。好，不过别在这儿，我们找个地方。但是只要一讲到重要线索，两个人就开始约线下见面了。林书瑶说话也是一直藏着掖着，一个关键词都没有。从聊天记录上来看，他俩见面的时间距离现在实在太久了，很难找到证人。你找一下邱子明的最早发帖日期。好，2019年7月26日。再找找林书瑶的。你们看，林书瑶的发帖日期是2019年7月24号。这个帖子的大致内容是质疑付小静的死亡，并且表明了自己就是她妹妹。但是这个帖子在3小时之后就被删除了，不过也不排除没有人看到的可能。果然，邱子明是知道林书瑶的需求之后，故意发的帖子，为了引起她的注意，好让自己成为她的帮手。没错。这么说的话，邱子明作为主谋，不可能这么轻易就被抓了吧？如果他是故意被抓的话呢？你的意思是，邱子明昏迷的原因不是一直不详吗？如果他把这些事情都让林书瑶一个人做完，直到他死，然后他再醒过来，那这些事情就和他没有关系了。这么想的话，到现在他也应该醒了。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啊？为什么警察都来这里了？你说呢？那些事儿我真的是什么都不知道。当时我正在修通风管，我只记得我打开了盖子，后面的事情我就都不记得了。你杀了人还想狡辩？什么？你怎么会这么认为呢？我只是个维修工，我在公司修东西都不可以吗？你说我杀人，证据呢？指纹、痕迹、DNA， 或者有人看到我也可以吧？谢正荣不是你杀的？不是。在录音室也不是你袭击的？不是。施代柔、苏红的2起案件不是你帮忙策划的？也不是。那林书瑶呢？对于他的死，我到现在都不敢相信是真的。你可别忘了，林书瑶被绑架的时候，夏早安和米卡卡在场，他们是有录音的。什么录音啊？给我听一下。录音是证物，想要听啊？欢迎啊，跟我回警局。我怕你们根本就没有什么录音吧？想抓我回警局，刑讯逼供。没有了，证据全被销毁了，具体原因不清楚。你这边怎么样？不行，都被删除干净了，包括前2天找到的林书瑶和邱子明的聊天记录。为了安全起见，我已经全部断开了链接，还好没有被追踪到。怎么样？录音呢？没有就不要装了。就算他只是个从犯，你也不能让他就这么跑了吧？
我知道，但没有证据，我们连拘留他48个小时都做不到。大家肯定有线索，可是他一点犯罪痕迹都没有，下不了搜查令，这是规矩。我们一定要按规矩来吗？不照规矩，跟他有什么两样？我们有资格抓他吗？有没有新线索？林书瑶身上的炸弹，炸得连渣都不剩，连成分都分析不出来。他家呢？搜过了，通讯记录清空了，搬过来复原啊，全拆了。有没有找人去查一下，看看邱子明和林书瑶2个人私下有没有接触？人海战术的平均反应速度是17天，到时候邱子明早就走了。走？去哪儿？他3个月前办下签证，目的地是东欧。一下飞机就撕护照，假扮成国际难民，又来这种套路。有没有办法把他拦下来？我们是移民城市，向来都是鼓励跨国行的。但如果我们再不做点什么，他在高陵最多就只会再待20个小时。20个小时，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？看来他们早有准备。看来我有点发现了，有删除档的痕迹。能恢复吗？那当然。什么时候发现的？10分钟前有人寄来这封匿名举报邮件。这东西有什么问题吗？这是付小静多年前拍摄的影片，目前没有公开样本，所以我们推测应该是女团成员出去玩的时候私底下拍摄的。举报人说，上周3他收到这封邮件，当时不知道里面是什么。当他发现是 AO 女团前成员的时候，选择将这封邮件寄给警方。举报人是谁？怎么会收到这种东西？对方不愿意透露姓名，但他邮箱账号是2515。女团几个人的邮箱账号分别是2511到2514，还有林书瑶的是2516，所以我们推测是寄错给他的。寄错？怎么可能？寄错就寄错，重点是寄件人是谁？他寄这个东西是要干嘛？寄给女团？恐吓吗？先这么认为吧。能查到寄件人吗？举报人给我提供了一串 IP 地址，我们简单查了一下，最后锁定对象是邱子明。机票已经安排好了，签证也已经处理完了。那就行了。邱子明先生，刚才我们收到了一封邮件，有人匿名举报你借过付小静的视频给其他女团成员，这个你不会否认吧？我承认，我以前是付小静的粉丝，但是不对。什么不对？不对，这不可能的。我是病人，你们不能把我带走。哎，毕竟不，我记得病人是可以申请就医的。好啊，没关系，你可以继续住在这里，只是你得带上这个。邱子明已经被警方逮捕了。嘿嘿，对我怎么说？邱子明有个律师帮他申请就医，现在关在病房里，恐吓也就算是个刑事拘留，2、3天就出来了。才3天，那怎么行？我们起码要帮助警方争取一些时间，这样警方才有机会寻找新的线索逮捕他。你在做什么？我们开始找新的线索。我已经找到了，我刚刚查了一下邱子明3年前到高陵市的生活情况和工作，发现自从他来到高陵市之后，就一直居住在中和巷的一个居民楼里。2019年3月份的时候，房租虽然没有到期，但是却突然消失不见了。消失了？突然消失，又突然出现，你觉得在这中间会发生什么呢？身份替换。各位观众，这里是 Howard News TV， 我们现在所处的地方是新月音乐公司。
这样一个备受关注的团体，在收到杀人预告的情况下遭到连续杀害，这样我们普通人的安全又该如何保证呢？报告，进来。事情怎么样了？那个律师很聪明，说话滴水不漏。现在只有行政拘留这样的罪名，才能困住邱子明。也才3天，我们只剩下55个小时了。我说的不是这个，是你说的那个什么发布会。哦，市政厅捎来口信，明确建议我们局里要办个新闻发布会，交代一下案件进展，安抚人心。难道不能交给公关发言人去弄吗？局长说了，现在整个高陵市都对这起案件非常关注，我觉得我们还是要正式出面，给民众一个交代吧。这是我们警察应尽的责任和义务。您就是房主？哎，我是啊。你们叫我来干什么？租房子的家伙出事了。你为什么这么问？这家伙啊，鬼鬼祟祟的啊，也不知道是在干什么狗屁叨叨的事儿。你们要问什么，快问吧，一会儿我还有事儿呢。房子租出去多久了？有3年了。这期间你有没有来过？我总共就来了2次。这第1次啊是签合同啊，这第2次呢，他给我打电话，说什么他旅游去了，钥匙搞丢了，啊，让我拿证件来，给他拆锁开门。拆锁开门？啊，你看，就这一圈锁呀，我找人来开了1天呢，在窗户上也没少打锁。除了这些，还有其他疑点吗？那可多了。他旅游走的时候啊，浴室水龙头他也没关，下水道还堵了，这脏水漫了一屋子。哎呀，我还给他贴了300块钱水钱呢。您刚刚说他的水管堵了？我找了个疏通的师傅来啊，一看，哎，不仅是堵了，水管还裂了一块。这后来啊，他们从里边捞出来一大堆这个呀黏糊吧唧的东西，也不知道是什么，那臭的呀，真是。还有其他细节吗？想到了，在师傅他那个修水管的时候啊，让根针给扎了一下。一根针啊，长什么样子？大概就是3到5公分这么长。这么长？给真相，鱼枭出来！给真相，鱼枭出来！这是鱼枭家，已经被围满了。给真相，鱼枭出来！给真相，给真相，鱼枭出来！给真相，鱼枭出来！天上神明啊，让哈姆雷特清醒过来吧！上帝造了一张脸给你，你们又自己另外造了一张，掩饰媚行，营生浪气，卖弄你们不懂事的风骚。算了吧，我也不敢再领教了。他一使我发狂，多么高贵的一颗心，就这样陨落。于潇，米警不来，有什么事吗？现在过来，没有打扰吧？打不打扰都无所谓了，说吧，找我什么事？我们是来救你的。救我？据我了解，你很喜欢喝酒，但现在家里没有任何一罐含酒精的饮料，而且你手上还有自残后的包扎，显示着你有非常强烈的自杀倾向。这跟案子有什么关系？你真的觉得凶手会让你成为唯一的幸存者吗？你什么意思？他希望你死，而且是跟他无关的自杀。如果你不说出真相，没人知道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。我们都知道付小静的死跟你无关，你真的要帮别人隐瞒到底，然后自己走向死亡吗？明天下午要召开新闻发布会了，我希望你尽早跟我说出实情。提醒你一下，明天你发言的时候语速一定不能太快，声音尽量平和，让人感觉到您的真诚。哦，还有，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警容警风，让自己精神些。
好，我知道了。卡卡，哥，那谢谢你们，你们先忙。好的，拜拜。你怎么来了？听说你要召开发布会，一定要去吗？我知道现在开发布会，对于潇心理压力一定很大，可现在不开不行。我有一些对案件可能有帮助的想法，希望能给警方一些帮助。这帮学生怎么回事啊？我找那个齐木学长帮了忙。你觉得管用？试试看呗。不过就算管用的话，也只能是拖延时间。警方需要定罪的确凿证据。女团案现在没有线索，我们只能从邱子明的死亡案开始下手。应该是2年多前的案子，但总得找些线索出来，哪怕先关上他半年，这样我们才有时间去稻河村挖掘真相，或者让于潇开口。现在是个合适的时间，走吧。首先，我对于警方迟迟未能破案，导致女团成员施代柔、苏恒、林书瑶3位成员死亡，深感歉意。在这里，我们将所有获取的信息公布如下：目前已逮捕到嫌疑人1名，然后整起案件也在最后的查证当中，马上就可以公布最终结果。案件的起因明确指向1年前付小静死亡事件，是由付小静周边人员因为仇恨对女团进行的报复仇杀。请问付小静的死亡事件已经断定不是意外了吗？是的，不是意外。那这个嫌疑人是谁？现在整个案件还在查证当中，目前我们还没有一个足以定罪的人。他是谁？给真相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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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嫌疑人不代表是犯人。请正面回答我的问题。目前的嫌疑人是女团成员吗？是。是于潇吗？是的。真是他！今天的新闻发布会到此为止，谢谢大家参与。大家走啊！不要走啊！讲清楚啊！大家走啊！房东去度假了，邱子明也准备去东欧。你不会真打算等房东回来之后再找吧？说的也是，快查。我听房东说，他把邱子明遗留下来的贵重物品和电脑都放在这个地方了，应该就在这儿。来，在这儿。哎，需不需要破解密码什么的？找梁叔。这种事情就不用麻烦他了。这个你也会？查到什么没有？都是一些小说、漫画还有游戏什么的。这台电脑被入侵过，是谁干的？查出来也只是一些 IP 地址而已。这地方鱼龙混杂，没几个人会在租房的时候签合同。我怀疑是那个假邱子明窃取了真邱子明的资料，以便于杀害他之后进行身份替换。你也觉得真邱子明被杀了？但是时过境迁，所有线索都几乎要没了。你确定能查吗？查案不一定要从证据开始追溯，我们可以从杀人这件事情慢慢推。首先，尸体去哪儿了？凶手多半是会毁尸灭迹，不让人发觉。如果按照我以往的经验来讲，我会……你还干过这个？这不是重点。按照我以往的经验来讲，我会找一个较大的空间把尸体分割开。不过这边的浴室和厨房显然都不够大，就算是客厅的话，也要把所有家具挪开才行。这里显然不可能。环境不达标的话，就不可能分尸。要不然，就是利用特殊溶剂溶尸。但是这里也没有足够大的浴缸，或者是铁盆什么的。尸液要是流满地的话，可是很难处理的。溶尸？等等，你还记得房东跟我们说过的话吗？门全被锁了，下水道也被堵了，屋子里一股臭味，还有那个水也没有关，还发现了一根针。
跟我想一样。这么一看，应该就是老手做的。维修工人在水管道里发现的那些东西，应该就是邱子明的人体组织。要是能找到什么证据，可以证明这个邱子明的身份就好了。喂。 除了经纪公司停止一切活动之外，女团成员连续杀人事件起源，余潇也成为众矢之的。现在他位于高陵市市中心的红光大厦，随时都有跳楼的可能。根据了解，余潇在付小静事件后，曾经接受过长达半年的心理疏导，如今的状况很可能导致他陷入重度抑郁症当中，以死谢罪，并不让人意外。 哎，让开一下，让开一下，让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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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医生，余潇的情况怎么样了？啊，进去吧。邱先生，您的晚餐。谢谢。还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？没有了。好。 不好意思，签收一下。给。你们想演到什么时候啊？钓鱼执法，想骗我杀人未遂啊？这样做不太好吧？邱子明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看朋友，不可以吗？你又没说只能在病房里活动。我记得现在在拘留期限内。不好意思啊。 那你找我律师谈就好了。几天前我就注意到电视的线路被改道了，送到我房间里的报纸和新闻都是专门为我定制的吧？你们想制造一场余潇自杀的假象来坑我，不过好可惜，你们做的实在是太粗糙了。但是我又不忍心打断你们的表演，所以我就配合着演了。 等我到了东欧，会给你们寄明信片的。等一下，很抱歉，我们也不想用这种方式和你拖延时间。不过事实上，警方发现你2年前曾犯下了谋杀案。谋杀？你涉嫌谋杀高陵市合法居民邱子明，并顶替他的身份。胡说！我就是邱子明。 那你为什么要突然消失呢？想搬家就搬了，不合法吗？
你们不能逮捕我。你可以放心，我向你保证，我一定会在法律规定内用最长的时间来审理你的案件，尤其是这种。早安，早安。怎么这么快就醒了？我怎么在医院里啊？早安，你是不是睡糊涂了？你忘了吗？昨天晚上我们还协助警方抓邱子明呢。虽然被扣押了，不过我们还没有掌握足够的犯罪证据。你有什么打算？邱子明自从进了警局开始，无论我们问什么，他都不说。到目前为止，我们还没有弄清楚他的作案动机。的确，他明显不是因为仇恨而对女团下手，也不像是被雇佣去杀人的。你有什么明确的方向了吗？目前整起案件都在围绕着一个关键人物——付小静。而以我的探查，当年他的死因尚有可疑之处，所以我打算从他当年出事的地方稻河村风景区，尤其是东丘谷一带查起。有道理，批准行动。夏子安回来嘞，你们听说了吗？夏子安他准备单飞了。他的事情可不可以帮忙找点消息透露透露啊？我不清楚啊，但是我听说他那个小跟班协助警方破案，立了大功。学校 BBS 上还有人专门在扒他们两个，据说是青梅竹马，两小无猜耶。少年侦探，少年偶像，好梗，我可以写同人玩玩。写，我一定买。不好意思啊，我是让你来捉贼的，不是让你来做贼的。
捉贼的就得比做贼的更像贼才行。走，你给我讲讲，你侦查到什么了？我在这里待了4小时16分钟，目前发现了5个打小抄作弊的，6个早恋的，3个单相思，还有1个劈腿出轨的。小偷倒是没发现。我说这都什么年代了，偷手机的遍地都是，真没见过偷书的。其实准确来讲呢，也不算是偷书，他就是会把一部分书给藏起来一段时间，然后通常呢，我第2天就能找到。那你向老师上报，老师也不管吗？他说没有犯罪过程的话呢，就不能肯定有犯罪结果。好厉害的逻辑。反正吧，老师不批，我就没有办法看监控录像。不看监控录像，我一点头绪都没有。这是我这辈子第1个正经工作，绝对不能因为这件事考考。说的好像你唱歌不正经一样。哎，对了，你怎么有空搞兼职了？明星都很闲吗？啊，还是你过气了？放心，我还红得很呢。不过这次女团肯定要解散了，然后于小姐呢，她也打算退出娱乐圈静养。我的话就计划单飞。不过公司现在所有人员都还没到齐，我的通告就先都放停了。但是想想也是啊，我在高龄居然待了这么久，还没好好上过课呢。也是，好好上学吧。哎，你看，又来了。这是不是被谁借走了？谁会借这种书啊？那个电报密码。
到他，一定把他狠狠揍一顿。跟你投一票。我想，我知道这个谜题的答案了，但还不是现在。我们先回家吧，晚上再来。晚上？晚上来干嘛？抓小偷。逗你的，走吧。卡卡，啊，哥，你回来了，在干什么呀？哦，2020大学考试要点，不错嘛。哥，你能不能不要强行加戏啊？卡卡，不是哥要说你，能不能上点心啊？再过几个月就要分科考试了，到时候升不上本部怎么办？那我考点什么呢？计算机、数学、物理。早安，他想让我考刑侦，这不适合你吧？好像是不太适合。不过鉴于早安引起麻烦的能力，你说我要不要学点什么跟运动相关的，顺便锻炼锻炼身体？说的也是。我也觉得你应该好好锻炼一下自己的身体了。毕竟身为一个男人，最重要的就是保护好自己最心爱的女人。哥，这种台词你也说得出口？这是经典名句。而且话说回来，你不觉得她的安全应该由你来保护吗？可高陵市也就近10年才发生这么一起连环杀人案吧？早安他又不是柯南，走到哪儿死到哪儿啊？我没说他是早安啊。我先回去了。哎，干嘛，卡卡？你不要害羞嘛。原来是这样啊！哎，要不要让我帮你转达一下情况？你能不能不要添乱？我哥明显是在套我话。一个大男人这么八卦，我告诉你啊，早上每天给你2个小时，不是让你问我这个问题的。好，今天呢，除了我们做推理练习，也想跟你聊点别的。什么？你还记得那个扑克牌组织吗？你怀疑这件事情是扑克牌组织做的？一般情况下，学校是不会阻止你的调查的。对此不上心的老师，被故意清空的体育馆，你不觉得奇怪吗？你这么一说，确实有点奇怪。晚上我去吧。可早安他的……我把他2天的作业都写完了。你这也太拼了吧！这是我的一种直觉，可能也是我想多了吧。好吧，我理解你。只不过你不要跟我哥似的，动不动就我有一个直觉。我有一个直觉。我看到喽。你想多了。干坏事啊！好了，不逗你了，跟你说正事。刚才我跟大龙哥通了个电话，他跟我说，邱子明对稻河村有所忌讳，所以我有一个直觉，稻河村一定可以找到邱子明杀害女团的犯罪线索。你说的是付小静发生意外的稻河村？对。可那个稻河村属于风景区，过2天就是元旦，你现在去会不会人太杂了？这种事情晚了就来不及了，而且我跟局长申请过了，明天就出发。那你打算去几天？最快2天，最慢1个礼拜。你就在家等我好消息。带手电筒了吗？带了。你带了什么？紫外线灯。你带这个干嘛？进去就知道了。哎，对了，先把名言牌撕了。啊？去。
哦。等我一下。嗯。可以过来了。这什么？看。23日。啊，就今天。你能不能别那么笨呢？很显然，人家是在跟踪你。你是说他冲着我来的？应该是吧。没谁会指望夏早安能解开这些谜题。而且，如果真的是针对夏早安的话，我们的状况会更危险。不过，你从哪儿知道要带紫外线灯这个线索？我没有看到任何提示。侦探呢，虽然有的时候需要一些运气和直觉，但是更重要的是有过人的推理能力。哎，但最终还是要……还是抄答案了。哎。现成的线索放在这儿，总能不用吧？这么简单的线索，应该不是扑克牌的。那你猜出来是谁了吗？不知道。已经7点半了，再不去就来不及了。哦。你说他的目的是什么？应该不是杀人。当然不是杀人。怎么会在这种地方杀人？你去吧。哦。嗯？我在外面等着就行。你是时光之外的时光，即使天空倾塌，我也要看见你的微笑；而我是世界之上的世界，即使大海干枯，我也会守护你的未来。你这什么烂诗啊？为什么是你啊？早安呢？早安他在……米卡卡，为什么到哪里都有你？你要撵早安到什么时候？大哥，我跟早安真的不是你想的那样的关系。你要是真心喜欢他，我帮你叫他。说谎！我一看就知道你说谎。自从我开始注意早安之后，你们每天都待在一起。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要趁我不备的时候，将他一举打下。这只能怪我和早安的缘分太深，我也没有办法。早安只是被你徒有其表的推理手法给骗了。哎呀，你什么你？你这个凡夫俗子，怎么可能配得上如美人鱼一般的艾薇儿夏早安？哎，而我，
林笑，才是他生命中的那个克劳德。你这个无耻小人，居然敢横刀夺爱！哎，你有没有听我说话呀？我去给你叫早安。啊？什么？等着我。我不知道从何说起。那就别说了。刚才的开场，其实是想献给你的。那首诗你觉得怎么样？我自己写的。来。那花呢？臭。你真的一点机会都不给我吗？我要走了。哎，别这么冷淡嘛，女神。难不成你真的喜欢那穷小子？说实话，他在我心里是负分。那我呢？负无穷。哎，女神，你不要这样嘛！你不喜欢我哪我改。我对男人没兴趣。你早安，他不是那个意思。哎，你想想，他是偶像明星，而且马上就要考试了，怎么想都不能谈恋爱是吧？哦，好像有点道理啊。而且他作为公众人物，万一被狗仔跟拍了，事业就全毁了。不对，你是不是想劝我放弃，然后自己趁虚而入？我随你怎么说吧。你考考，我接受你的挑战。最后得到夏早安心的人，一定是我。这孩子中二病犯得这么重，早安什么时候认识的？你也不管管。你是不是收到一封告白信？怎么不告诉我？昨天有个人向少年侦探告白，好浪漫哦！哪个女生啊？这么大胆？我怎么听说是个男生啊？还歪歪了一下。真的假的呀？听说好像就是那个出了名的富家大少爷林笑，高陵大学图书馆就是他爸捐的。是假的吧？那少年侦探和霸道总裁天生一对哎！怎么了？感冒了？没有，就是有点痒痒。哥，你这次出去一定要小心啊！放心吧，我们就只是便衣去打听几个消息，很快就回来。那这段时间就麻烦早安照顾你了。没问题，我保证一定把他照顾的滴水不漏。哎，这成语不是这么用的。好了，那我们出发了。走了，哥保重。你也保重。喂，你好，我是米杰。不要说话，不要回头，不要告诉别人，更不要试图来找我。怎么了？今天下午6点，我在东丘故居